就在人蝎子的大手距离小一仙的香肩越来越近的时候，一道冷笑声却是陡然在其身后响起。你高兴的也未免太早了一点。旋即一道足有面盆大小的五色火莲就冲着人蝎子暴掠而来。感受到火莲里蕴含的那毁灭气息时，人蝎子只觉得手脚冰凉，之后手印急忙变换，试图防御。在人蝎子施展防御斗技时，彩莲的蛇尾暴掠而来，将小医仙迅速缠住，然后飞速而退。下一秒，萧炎的火莲就到了。此时人蝎子的后土中才勉强粘出，找美人儿，下面去找吧。只见脸色巨臭的萧炎背后骨翼一震，身形暴退间，一个音节也轻轻地从其口中吐出，爆。之后人蝎子那惊骇的表情就定格啦，随后才是惊天的爆炸声响起。开玩笑，就算那五色火莲并非是完全版，那也不是人蝎子这种六转巅峰的斗尊实力能硬扛的，就连天蝎子这等实力的强者也不行。只见一阵飞沙走石之后，爆炸中心周围的1000丈之内直接山脉变平原，人蝎子更是被蒸发的彻底。当然，施展完终极杀招之后的萧炎此时也不好受，抹去额头上的冷汗，萧炎长长的吐了一口气。彩铃与小医仙二人身形迅速出现在萧炎身旁，关切地问道：没事吧？取出一枚丹药塞进嘴中，萧炎摇了摇头道：没事。旋即抬头看向药老那边的战场，然后萧炎就发现天蝎子二人正十分惊恐地看着他。短暂地停顿了1-2秒后，天蝎子转身就跑，快跑的低喝声随后才响起。然而药老怎么可能放他们离开？随着一苍老的冷笑声响起，一道宛若实质般的火焰大手就又对着天蝎子二人抓了过去。又惊又怒的天蝎子二人只得转身回击，可惜没能扛住2秒，就变成炮弹倒飞出去了老远，顺便砸了2个将近数百丈的巨坑出来。表演完人体喷泉以后，天蝎子二人顶着乞丐的造型，十分怨毒地看了看药老一行人，心里骂得可脏了。之后二人像是心有灵犀一样的分别朝着2个方向就暴窜了出去。好在药老反应极快，脚掌一踏就封锁了地蝎子的周身空间。地蝎子见自己动不了了，索性也就不挣扎了，拼着自爆也要给自家大哥争取一点逃跑时间。虽然真相是我死了你也别想好过的思想比重可能更大，可惜地蝎子的算盘打空了。气球刚吹了不到一半，就被药老用针给扎得泄了气。从尸体上薅下纳戒，药老偏头就朝着萧炎道：看看有没有蛊徒，我去追那个家伙。随后就消失了。蛊徒嘛，自然是没有的，不过意外收获却不小哦。打工仔地蝎子千里送人头不说，还将萧炎很是心动的天阶低级斗技金刚琉璃体送到了萧炎的手里。这里简单回忆一下金刚琉璃体的特性：炼制可以变成不同尺寸的大小，大成时体型可达9丈9，无锋可破，无坚不摧。看着萧炎手里格外眼熟的卷轴，小医仙掩嘴轻笑道：我们1分钱没花，倒是捞了不少好处。嘿，还真是便宜了我们。萧炎也没忍住笑道。彩铃则是瞥了一眼，随后淡淡的道：这3个家伙以女人做肉顶修炼，有这等下场也是活该。萧炎与小医仙都认同的点了点头。随后萧炎抬起头来，目光望着药老消失的方向道：不知道老师那边如何了？放心吧，以药老的实力，那天蝎子也蹦跶不出什么花样的。小医仙道。只见小医仙的话音刚落，一道熟悉的身影便是几个闪掠间出现在了萧炎3人面前。哈哈，这次当真是痛快。药老一现身便是忍不住的大笑，可算是把心头这口恶气给出了，好不畅快。等药老高兴了一会儿后，萧炎才开口道：老师。萧炎这模样，药老有什么不懂的？只见其手掌一伸，一张古老的残图就出现在了他的手中。手掌略微有些颤抖地接过这事关今年妖火的最后一张残图，萧炎重重地松了一口气。
将近10年的时间，他终于将它彻底集齐了。今年妖火，你总归是属于我的。望着手中的古老残图，萧炎的眼中充满了炽热。药老知道萧炎为了寻找这残图究竟付出了多大的努力，缓缓一笑后开口提醒众人尽快离开，毕竟刚刚的动静搞得挺大的，不必要的麻烦自然是能避就避的好。萧炎3人知道事情的轻重缓急，重重的点了点头后，就跟着药老一起离开了。就在他们离开的不久后，10几道身影从远处闪掠而来，最后停留在半空上。好恐怖的破坏力，不知道是什么人在此处交手，竟然将一座山脉都是给轰没了。叶老者惊叹道。随后一个眼睛尖的中年人指着不远处的尸体道，竟然是蝎魔3鬼之中的地蝎子，这老鬼可是斗尊巅峰的实力啊，谁能够将其击杀？蝎魔3鬼向来是一起行动的，如今地蝎子死在这里，恐怕另外2人也好不到哪里去。又有一人道。就在这一行10几人叽叽喳喳感叹的时候，萧炎他们已经遁去老远了，直到距离先前战场千里之外的一座清风才停下。药老表示，沿途的气息已经被自己抹去了，即便是斗圣强者也很难追踪过来，现在就来试试看那蛊图吧。说话间，药老手掌一挥，便是将附近的空间封锁了起来。萧炎也很好奇蛊图究竟藏着什么秘密，毫不犹豫地点了点头后，就将蛊图取了出来拼凑。完整的蛊图拼凑出来以后，萧炎懵逼了，它就是一张平平无奇，甚至有些潦草的水墨画。他寻找了这么多年的蛊图，便是这种毫无信息的东西。萧炎的脑袋仿佛受到了一记重锤。倒是药老要冷静一些，表示蛊图总要有点蛊图的骄傲嘛。如果这么容易就被人解密了，哪里还能流传到今天？有道理哈。萧炎想了想，旋即重拾信心，首先就试了试滴血认亲法，只在宝物上滴血认主，然并没有什么用。毫不气馁的萧炎又试了试小火烘烤法，只试图使用高温使文字显现，结果依旧是失望。再试一次，最后一次，直到试完他们所能尝试的所有办法后，萧炎的心终于是沉到了谷底。一旁的彩铃与小医仙也是忍不住的摇头，但他们都未曾开口说什么，因为他们知道这样的结果对萧炎来说是极为沉重的打击。先前大胜而归的喜悦已经全然不在了，此时的现场已经被压抑与沉重所弥漫。直到一旁呆愣了许久的萧炎做了一件令众人都惊呆了的事情，才打破了这份凝滞。好了，本期分享就到此结束了，视频都看到这里啦，给牛奶点个赞吧，订阅了的朋友记得开启小铃铛哟，这样就不会错过牛奶的更新了。感谢您的耐心观看，拜拜，下期再见。